Hello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6点不到，然后我已经从家里出来。今天身份是制片人，我们会和 Cosmo 一起联合出品一个时髦旅行栏目。然后第一期呢，我们去拍的就是这次青春有你3C 位青春有你2C 位出道的刘雨昕。现在灯有点怪，是因为外面天还挺黑的，所以只能用车内灯。然后为了这一次拍摄的话，其实都筹备了挺久的，差不多有半个月吧。也是希望说真的是让艺人和粉丝一起来选择他们的出行路线。如果他们有一天的话，那希望今天是如何去度过。我也是作为时尚旅行家参与了整个拍摄的监制、创意还有制片，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带刘雨昕看到不一样的时髦的最潮的上海。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第一个场景，今天耗资最大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在这里还用起了烟雾机，所以要在最快的速度，不然整家店可能防火警报就响。你平时喜欢吃甜品吗？喜欢。最喜欢哪个甜品？蛋糕。巧克力蛋糕。提拉米苏对，提拉米苏对，我喜欢吃提拉米苏。然后我再补充一个黄丝绒蛋糕。哎，喜欢吃还蛮多的，但是因为绝顶形象是很酷的感觉，是不太喜欢吃甜品，所以其实是私下很喜欢吃。跟甜品有没有什么关联？因为有很多很酷的人，就是为了这个形象，就像那摇滚乐手下雨不打伞是一样的，为了维持这个酷的形象。那如果你吃到好吃的甜品，你有一个兴奋表情吗？其实这些甜品真的是可以吃的。对，现在因为我们还在刚好没有拍到那一季。我如果现在吃到的话，可能就是下一季就拍不了了。如果你吃到好吃的甜品的话，你会就是有一个我一般就没有太大表情，这样。是冷静派，我是冷静的，所以平常不会有太浮夸的动作。其实我的感觉，你应该是一个慢热的人，是慢热，是吧？如果要和你成为朋友的话，大概要多久时间？如果说你能够一下懂我的很多想法和点的话，应该蛮快的。哪一个点会 get 到？就是觉得你的想法吧，契合吧，因为这个很难表达。比如说你认识朋友的时候，你就是最快就是和他成为朋友的那个。其实快也快，就是几句话就变成朋友了。但是能够真正的懂的话，可能要几年的时间。还蛮久的。很多，但如果说这个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得分人。对，如果这个人能一下懂你的所有的点的话，当然。那你要展现出他面前啊，因为要很多对，就是先看性格，合不合，然后再看，喜欢的东西，因为你是一个慢热的人嘛，对，所以其实你朋友的话都是性格会相对比较开朗的，还是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要主动和你的交朋友，又比较被动性格，就是每天就是希望是别人来。就是如果我要和你做朋友，是我要主动去讲话，但是对，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性格比较互补吧。博主时光，我们的团队逼格是很高的，有博主本人时光。滑轮滑吗？小时候会，所以现在的状态，现在有点陌生。但我看你滑得很稳哎，感觉比我上次在这里摔了3跤。是吗？如果你在轮滑馆摔跤，你会如何化解尴尬？比如周围都是粉丝。
就默默在地上跳一个地板的那个，不是起身。对，就假装作为一个舞蹈动作慢慢爬起来。我们今天的所有采访都会是这种 suddenly 出来。那我是要看镜头还是看姐姐？都可以看。那姐姐可以多拍我的右边吗？请问你站在这张作品前，现在有什么感想？感觉很有艺术感的一个作品吧，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我们留在附近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，因为就是很有艺术感的、很有想法的东西，然后远远的看着，然后用照片把它记录下来。好，现在就是直接在这个面前教大家美术馆留影的 pose。pose 一般就游客照的。其实我就是3个脸表弟，400万。然后我们想问一下，其实因为今年因为疫情嘛出不去，如果疫情解禁之后，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？最想去日本买 vintage。其实等一下我们会带你去商场4层，全是 vintage。日本东京其实有一个高烟寺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不知道我去没。它是 vintage 最厉害的，整条街都是 vintage， 然后就花衬衫啊，给你种草一个地方，所以高烟寺，高烟寺，对，记下。平时会真的美肤粉丝信都会看吗？会。其实我每天都很期待、很开心接到他们的信，因为每天工作结束跟刚开始因为我们要上班，然后他们都会写你的信，然后家里面其实从我想想，在十年前我就已经存了10年的他们信，差不多。19年左右，但你会有专门一个地方去放信在家里？我的家里面其实很像我的一个应援房间，比如说100平豪宅都是信。生日会啊，然后会把到场送粉丝给我们的大手幅那个叫什么？对，而且是你不同时期的那种。大家的粉丝的视频都会圈起来，那在你收到的信里面有没有一封？就是你觉得最令你难忘的，就是有些可能是在你就是比如说低谷的时候啊、灰心的时候啊，他给了你打气，就是可能就你刚刚说那个点触到你，有没有这样一封信觉得是非常难忘的？其实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会是比较鼓励我，然后支持我，然后你要我看来这封信立即读一下。用来解释一下，我们今天在拍摄的现场真的是收到很多大家的信。然后，其实送信的他们也在现场。对。然后写的是在雨伞的面前，你就做你自己，这个雨伞就是最好的位置。然后，就是他们就是比较支持我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做更多，有更多的可能。然后让他们看到是可以在小小的人的身上是可以有很大的力量。因为我们其实知道，其实这个问题比较感性啊，在这嘈杂的环境下，我们要说一个非常感性的问题。如果让你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比赛前、比赛中和比赛后的心情，你会有哪个词语？每个比赛前我们先说，参赛的时候。比赛前我可以有好几个词，一个是忐忑，忐忑不安吧，还有是不自信，比赛中是继续忐忑，那当然，比赛中是压力巨大，拥有了野心，
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跟撑下去。当然这不是词，但我只能用这样的话，就是坚持。比赛的时候，对，要坚持跟勇敢。那现在比赛后，就现在是怎样的一个？比赛后是一个，我用几个词语来形容？我好像我变成几句话了，好像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精简一下。比赛后，比赛后是希望精进业务，精进业务，精进专业，心态平稳，然后希望理想不要太辛苦。对我自己的话，我是希望自己能在工作的抽空多学东西，可能是我现在的有时候可能精力分散不过来，可能是我面临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阶段不是一直消耗自己，而是能够在给予的同时，可以再吸收一些东西。现在最想学的是什么？其实我在每个阶段都在学，就现在跟姐姐沟通，我也在学习。其实是吗？哎呦，我突然间要把我所有的成语毕生所学。现在采访也是在学习，然后包括，而且我们今天采访环境特别的自然，是不是？是没有经历过这样。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说来，然后就是我就来台的声音就拍照嘛，然后微博会拍这个视频，然后微博姐姐就会来采访，就是觉得很充实。然后呢，包括我现在在这个环境，今天拍摄其实也是新的一个尝试，然后新的团队，一个学习场景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。对，就在不同新的尝试里面，其实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今天你会了解到，原来自己除了右脸，其他脸也很美。好，也说到这，快速采访结束。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就是这样看上海夜景是什么时候吗？是去年，不对，前年，跟我父母在上海，也是在东方明珠的底下，然后在看外滩的景色，也是晚上，也是这个时候。所以你之前是一直待在上海，住在上海的，对吧？我之前是出道那个女团，出道之后，然后在上海待了4年。所以对上海的印象怎么样？就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个感觉，很舒适，然后很放松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时尚的城市。如果在上海在你心中有城市排名的话啊，你觉得上海排第几位？目前来说是排前3的。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策划了一天，就是和 Cosmo， 然后和高跟鞋走地球一起为刘雨昕，还有最重要是刘雨昕的粉丝，我们给粉丝很多选择题嘛，然后有溜旱冰啊，还是滑雪，然后就很多选择题。然后如果是你真的就是自己有一天有一个休息日的话，因为这次是粉丝给你选择，给安排特别忙碌，我们从天亮拍到你看天都要黑了。如果是对，如果你真的自己有一天休息日，你会怎么度过？我会在家睡整天。不进食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多精力想去玩，想要养精蓄锐，其实最近还是蛮缺觉的，想好好补一下觉。就是从小就有熬夜这个习惯，对，晚睡晚起，晚睡有时候早起，有时候晚起，就因为工作时间也不确定嘛。因为其实我们有微信公众号"高跟鞋走地球"，是一个给时髦女孩子的一个就是fashion 走地球那个感觉的。然后因为现在今年因为特别的情况，疫情我们也走不了地球，所以只能是高跟鞋走中国了。然后如果在中国你再想去一个地方去好好旅行的话，可能是为了打卡一家店，可能是为了一段特别的回忆，你现在最想去到哪边？我想一下，可能去见一个朋友，去和很久没有碰头的老友。就是地方还是吃的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就是一个理由让你去中国选一个地方。那我很想吃我家乡的糯米饭，就是因为它其实是
那种小吃，所以它会在路边。但是可能这是我在上海、北京体会不到的。对，但是那个口味是我从小，因为它那个糯米饭是有酱油的跟白的糯米饭，然后叠在一起，它会揉成一团。它会拿就像很像上海的那个粢饭团，是往里面塞油条啊，然后里面放那个凉拌折耳根，然后放那些什么花生啊，然后辣椒。然后加上那个糖，对，然后混在一起，好饿啊！所以我们希望也是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是真的你可以带着粉丝，然后一起就回到你家乡去吃糯米饭，好不好？如果让我还有想要去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，就是想要回到我初中的学校，对，就是北京现代音乐学校。对，那个是我梦想的开始的地方，然后会让我很喜欢那个街舞的环境，对，然后那个环境因为是氛围非常好的。对，我其实最近我也在看那个街舞的那个综艺嘛，然后老师也在，也在里面，对，打 call 给他，对，就是希望对大家都能够只要努力，一定会实现梦想，惊喜一直在路上。好的，谢谢我们，谢谢刘雨欣这次来陪我们，其实好好玩了一天。这次真的是你来陪我们一起来玩，谢谢陪粉丝，最重要是对，陪粉丝。谢谢 Cosmo 给我度过这么美好的一天。好，我们可以收啦。对，然后哦。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假期。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的筑梦入场券。